最近我看到很多网友说你马后炮，港股涨了才去说，但其实啊，我知道你在1月19号、1月26号已经用了一套完整的框架和系统，知道当时候呢，港股已经是大概率到底，到了一个绝对悲观点之后呢，可能会有个报复性的反弹，而且现在我们回看呢，其实有很多的 GMP 同学都赚了很多钱，那不如我们事不宜迟，来看一下你在当天说了什么吧。Rich， 那个是 GMT 的内部的内容啊，是收费的，不能公开的，而且还牵涉到国家的秘密的，公开好危险的。那不如这样吧，那最近呢，我刚结婚，也收到了很多观众和同学们的祝福，我也想回馈给那些观众朋友们，那不如你就免费的公开给他们吧。那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哦，因为机会难得，看了你有可能也会变 rich， 不看你就不要再埋怨在股票市场里面赚不到钱哦。那各位观众们，以下这个视频呢，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国家的机密，你看懂了以后就可以跟着国家和那些大户大鲸鱼的资金后面狠狠的捞一把，你不认真看的话，你真的对不起我和鸡啪啪呀。搞好经济，我们之前有说过，中国的政策有4个循环，放了就会乱，乱了就会收，收了就会死，现在死了，所以下一段又要放了，又要让资本家民营企业赚到钱了，所以这个是肯定的。最近好像听说监管游戏的那一个人也被免职了，监管的部分又慢慢的撤销了。那我们说了选股5部曲这个框架和系统之外呢，其实鸡啪啪它还有一个 FTP 的框架。那什么是 FTP 呢？ T 呢就是 Technical 技术分析，那鸡啪啪也在当时候呢观察到有以下的几个信号。如果我们用技术分析来看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其实以前觉得很低啦很低啦，整体来说还没有到超卖的时候。星期三那一天跌完之后是真正的到了超卖的，所以在这个超卖的阶段里面 RSI 25，这里呢是要考虑是不是基本面改变了，经济差了，生意不好做了，新冠疫情了，还是资金撤走了，所以股票跌下来的。如果是基本面没改变的，只是一个短暂的 noise， 短暂的随机的一个 random， 随机的一个偏离的话，那 RSI 低过30之后，那它有个很大的可能会反弹。所以我们有一套技术指标是看有没有超卖。那另外呢，就是恒生指数也是到了 RSI 27的地步了啊。而 F 呢就是 fundamental 基本面，而鸡啪啪呢也是观察到在那个时候有以下的几点。跳回到了基本面，看看它的价值和它的股价，整体的股票市场用市盈率来做一个价格的比较。那现在的恒生指数的市盈率是低过了10，我们在2014年开始做这个统计的时候，低过10就是一个买入的信号了。最近的恒生指数是比较低的，现在是低过了10，是不是最低呢？不是最低，大家记得在去年10月底的时候，当时也是跌了噼里啪啦很多的时候，所以没有到最低。那我个人感觉啊，现在有点像2022年的9月份，当时也跌了蛮多的了。9月份已经开始哇 RSI 到了30以下了，但是之后的几个星期信心是崩溃了，是跌了更快了。所以2022年的10月份的时候，哇，每一个星期我们的 GMT 又低了点，每个星期的 GMT 又低了一点，不敢相信这么低了还低了一点。然后到了11月份的时候就啪一下子反弹的很急很快，结果马上 RSI 到了89、90还不走啊。当时啊趋势又好了，移动平均线又好了，但是完全的超买了，结果后来又慢慢的调整下来，现在又到了一个过度悲观的时候了啊。PE 是比较波动的，不看 PE， 因为 earnings 盈利也是比较波动的。如果不看波动的盈利的话，特别是现在有新冠疫情啦等等啊，所以短期内这个盈利还是有点波动的。那我们看 price to book 这个账面值的话 0.79 基本上是接近历史低位了，去年10月份是最低的，但是 0.79 整体来说啊，包括科技股啊这些比较高的 price to book 的，整体的那个恒生指数账面值的市账率 0.79 是非常低的啊，所以可以是这样定论，香港现在的股票市场是非常的便宜，而且不光是便宜，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我们来这里看 PE， 香港是最低的，恒生指数 7.9， 你说
为恒生的国营企业，大陆的那些大的国营企业 6.8 是非常低的。你说 price to book 恒生指数 0.8， 中国的企业 0.7， 这恒生的国企啊也是在香港上市的，但是大陆的恒生的国企 0.7 要比中国的 A 股上证50啦、上证全指啦、沪深300啦、中证500啦、中证1000都要便宜。当然跟美国比就更加不能比了，便宜的不能看了啊。所以呢，你再看股息率的话，香港的股息也是平均 4.4% 最高的。所以你作为一个价值投资法，我买了就不看人家有没有人用更高的价格来问我买，因为我不知道，我就买了之后长期的作为一个拥有这个生意收股息，股息现在都有 4.4%， 我是打了折，账面值1是一个成本价，那我小股东经常没有发言权，我就打个8折，打低过8折的话，平均来说啊已经是便宜。那当然我们要精挑细选的话，那有很多好的，比一般平均要好的，但是折扣更大的股票以前是很难找到，现在是很多。所以在这里港股是全世界最便宜的。那为什么港股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呢？之后我会继续探讨，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些其他的一些陷阱啊等等等等啊。 P 就是 psychology， 就是心理学。1月底的时候，七爸爸观察到当时10个散户说到港股，有9个都是说珍惜生命，远离港股吧。七爸爸也知道当时港股已经到了一个绝对的悲观点，其实就是最好的时机。我们再看回时间点，在星期1 1月22号的时候，我当时看到啊恒生指数的图呢，这里这个下来到去年的10月份开始是比较更泻一点，所以这里是一个悲观的时候。然后呢，哇，这个好像是牛一了，结果从这里又漫长的一个跌下来，好像这里又回到了熊一，这个是熊二，一波一波，一浪低过一浪的熊二，到了这里又到熊三了。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转势，这里看起来好像是牛一，因为是熊三跌过头了，但是这里又跌下来了，是不是熊一啊？熊一就是好像之前涨过头了，这里是严重的超买了，结果跌下来了。然后呢，就是有个熊二的迹象了，就是小涨大跌，小涨大跌，一浪低过一浪。到了这里了，这个趋势啊，这个角度又不一样了，这好像又熊三过来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了这张图，再加上 RSI 也低过30了，我就说有可能会引发恐慌，但是恐慌之后也有可能有一个报复式的反弹。那为什么会有个报复式的反弹呢？当然了啊，这里有一点幻想，就是背后还是有人要收获，他收获的时候当然是越多坏消息越好，传媒都是被操控的，这么多人免费讲东西，上电台免费讲，为什么？都是背后有人操控的，在赞助他们 sponsor。 所以呢，坏消息多了之后股价会跌，股价会跌之后让他们来收了之后他们一收，因为他们是主力盘，机构投资者大盘一收股价涨，那他们收了贵了，他们收了贵了会干什么？继续放坏消息，所以又跌下来，又跌下来，又跌下来，涨了一涨，因为他们在买，涨了一涨，买了之后又跌下来，因为他们在放消息，不要太快的涨，所以使到很多人啊到最后绝望了，放弃了，绝对的悲观了，全部走了，全部收掉了之后再往下插没必要了，因为没有人有股票，全卖走了，他们全收好了，他们再花钱去创淡啊，就是创空的消息啊，这个代价很高，回报很少了，所以他们又会转另外一个角度唱好了，说好了。所以你看那些什么 Morgan Stanley 这个业绩报告啦，这个分析啦，大行报告啦，什么 Goldman Sachs 的报告啦，中信啊，中建啦，什么报告啦，为什么写这么多报告？免费给你的啊，写这么多报告啊。其实那些财经演员讲话他们不懂的，财经演员没脑的，他们讲什么的话就是看那些大行报告的话，所以慢慢的开始有好的东西讲出来了。但是要扭转整个市场的情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旦涨上去的时候会报复性的涨，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卖啊，要卖的人全卖走了，没有人卖，突然之间买盘出现的话，只要轻轻的一推，要卖的人已经没股票卖了，所以一下子可以涨得很急。这就是去年在这里涨
了很急的那个报复式增长涨得这么快，就是因为要卖的人已经没卖了，下面买的人还没赚够不肯放。最下面上次是涨了40%，但是他也不是在最低位买的，他收的话也要平均收下去的，所以普遍来说他赚20%左右，上一次是推高了40%。所以当时我是写了，不排除在大户吸够了之后会一下子用不同的消息涨上去，谁知道啊，时间点啊，第二天不排除这个吸盘的人不是西方的庄家啊，有可能是中国的这个国家队啊。这里有一个很可疑的地方，最后我讲讲我的意见啊。可疑的地方在什么？中国要考虑推出2万亿的平准基金啊 ，Stabilization Fund， 这个平准基金在外国都有的，不是中国专有，这是个国家秘密嘞。如果真的有这个2万亿的基金，这个消息出来了，股价噼里啪啦的涨上去了，那这个国家队的基金不是买贵了，国家的资产不是给那些外资赚钱走了，国家买贵了。如果我是国家的话，为什么不让港股 A 股再跌多一点，而放这个消息出来？所以这是不是很可疑？如果我要推算的话，就叫他国家队，不是说之后国家队有2万亿资金来买，而是这2万亿资金不知道他多少钱了啊，这个国家队的资金已经买好了，再给彭博这个消息，因为已经买好了，叫大公报、文汇报中国的传媒来说，这个公信力不足，兵不厌诈嘛，你要用孙子兵法的思考模式嘛，肯定是这些基金的这个国家队的教练自己买好了，透露一个消息给外国的传媒，他们报道出来有公信力，引大家进来。当然引大家进来，这个国家队不会赚了5%就走的啊，不会赚了10%就走了。当然国家队不会主动的放空的消息，但是他们也会袖手旁观，让港股 A 股跌了好惨，使到他们可以在低位买入。所以这个消息我觉得要不就是已经买好了，要不就是假的。哇，时间点好准啊。然后又是多家的传媒说马云和蔡崇信也买了很多阿里巴巴的股票啊，阿里巴巴一下子又涨了好多啊，啪涨了好几天哦，带了好多中概股都涨了好几天啊，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太巧合了？先是国家买，再是马云买，我们要用一个阴谋论啊，当然这是我的幻想啦，我没有实际的这个证据啊。举个例子，因为中国的那个资本市场发展是比较慢、比较晚，而且这个人家是专家嘛，美国是专家，中国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所以当时候这些好的企业，阿里巴巴啦、腾讯啦、京东、美团啦等等等等，都是给外国的这些风险投资者投资了。软银投了阿里巴巴，南非的 Naspers 投了腾讯，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资本投了其他的初创企业。后来呢又 exit 到离场，美国啦、香港啦上市，那些初创基金也要，风险基金也要有一个多for exit 啊，这个离场的那个机制。但是离场了之后，所有这些最赚钱的阿里巴巴啦、腾讯啦，最大的企业赚的钱以后全部流到美国人的手里了，外国人的手里了，那中国的经济所有的以后赚的钱不是给了外国人赚去了吗？这个钱不留在自己的国内，流到人家的口袋里。另外一方面就是国资委，中国习惯了就是中移动啦、中海油啦、中国银行啦，都是国家资产，到最后都到国家的口袋里。那国家也想要入股阿里巴巴或者腾讯或者美团或者京东，但是那个价格又很贵哦，有没有可能完全我这是小市民在幻想啊，有没有可能来一个兵不厌诈，周瑜打黄盖，打了你，哇，阿爷又打压了，又监管了，还要给美国一起来闹一闹，我就不听你的话，就给你来一点台海的威胁，然后给你来一点制裁，制裁了好开心啊，因为我好便宜可以买回来了。马云现在这么便宜，70多块买回来，做到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了。同样的，如果国家队
为现在买入这些优质的资产，不是2020年的价格哦，不是2021年的价格哦，是2023年、2024年的这个价格哦，这不是对国家非常有利吗？如果我是国资委的，我会这样策划哦，叫大家这样来做一个大龙凤哦，把你们吓跑了，有鬼啊！举个例子，我很想要买那个豪宅，我晚上去找一些人来搞一些鬼出来，或者搞一些治安的不好出来，然后那个豪宅贱卖，我买下来了，这不是很开心吗？当然这是我的假象了哦。再看时间哦，好明显现在是国家要你涨啊，明白吗？我们要看股票的庄家怎么走还不容易看，因为股票的庄家不知道谁啊，在暗地里了。现在是比股票的庄家还要强100倍的国家了，不是庄家是国家了，对不对？2月5号降准，什么时候有这么早来公布的？1月24号公布哦，1月24号公布哦，提前公布哦，国家要你涨，你还不跟着涨，你还去悲观绝望离场，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没有一个更明显的吧，是不是啊？再有，世界上哪里有一个地方规定企业的管理层你要把股价管好啊？香港的股票老板说了算，股价低了他照样赚钱，股价低了他可以私有化买多一点。美国的股票当然董事会可以把 CEO fire 掉，但是靠的是市场的机制，中国当然没有这个市场机制，现在是中国证监会和中国国务院国资委跟那些企业老板说，老总、张总、陈总、李总，你们要这个位置保住，你们要年底发花红，我们要看你的股价表现。突然之间这些老板要做的事情什么？他们叫市值管理，证监会哦，国资委哦，国资委才是大老板，是统一的大股东哦。怎么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七爸爸在1月份港股和中概股到了最低迷、最悲观的时候，就知道会有最近的这个报复性的反弹。其实呢，他也是看准了2003年的经济低谷，在股市当中赚取了他买楼的资金，从50万开始做到了年年买层楼，10年赚超过1个亿。那现在的坏消息呢，就是港股和中概股经历了过去几个月的升幅，已经不再是那个非常便宜的阶段了，不是随便买一个就能赚钱。但是好消息是，现在还有几只股票，他们还是严重的被市场错杀，之后呢，还有可能有潜在的升幅。那就像在1月份的时候，当时候美团就被市场错杀，而七爸爸是不断的告诉 GMT 的同学，美团是他最看好的股票，所以整个占我的比例，我就公开给大家，仅做参考啊。七爸爸买的不等于你要买，我买美团不等于你要买，我 all in 美团不等于大家要买 ，all in 是不建议的，这只是做个比喻 ，OK？ 结果呢，美团在过去的4个月从60多块涨到了今天120多块，已经是接近1倍喽。那如果你也是想每个星期听七爸爸和他的团队分享美股、港股、中概股，并且是学习整套致富股票的内容，那欢迎大家登入以下的链接，了解关于更多 GMT 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这个频道，因为我们会将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解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学习和吸收。那我们下次再见。